宙海，四周皆是无尽的黑暗。然而就是在这黑暗之中，有着数百道灯光亮起，并且以极快的穿梭速度已经逼近到了天元界的世界闭魔之处。原本极快的穿梭速度也开始缓缓地减缓速度，因为他们已经抵达天元界的外围。数百艘巨大的方舟旋缓缓前进，为首的一艘方舟更是巨大无比。而在这艘方舟甲板上的皆是天人界9大种族之主，这些种族之主一字排开，最中央的是幽阴主，而左右两边则是天阳主和天流主以及其他6位之主。他们身上的气息更是达到了非常恐怖的层次。不仅如此，在其身后那数百艘方舟之上，同样散发出主宰者的气息，无比的强悍。而每一位主宰者皆是拥有一方世界的伟力，阵容堪称恐怖至极。不过对于天元界而言，这阵仗虽然很强大，但在第2等级之首的大界面前，依旧没有感到多么的特别。终于抵达天元界的外围了，这3个月还真是漫长。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天元界的那些生灵死在本阴主的手里。此时幽阴主仿佛已经看到了他们天人界占领天元界的画面一般，嘴角不自觉的诡异一笑，而一旁的其他之主也是一笑。这一次他们可是做足了准备，当年进攻天元界失败，如今必定要他们血债血偿。幽阴，这次没有任何问题了吧？天阳主微微偏头说道：放心，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成功将天元界霸占，那么我们天元界将会成为第2等级之首。待我日后再纳入神列，成为神奇，便可以带着你们一众人飞升第1等级世界，到时候将会在那里建立我们天元界新的势力。幽阴主回道，同时也将其他之主的心中顾虑给消磨掉。因为此前幽阴主对他们说，幽阴主的背后以后一位神秘人，那个神秘人说了，只要交出天人界的苍穹之心，不仅对方可以帮你们出手剿灭整个天元界，还能让你们的族群之人皆是拥有纳入神列当中的资格。这等诱惑力，直接让的幽阴主以及其他之主无比的动摇。只不过交出苍穹之心后，他们原本的天人界将会面临永久性的毁灭，最后化为大宙中的一片虚无。不过他们对于成神，无疑是所有最强主宰巅峰顶尖强者极大的诱惑力。只要一成神，便可晋升后第1等级世界中获得更高级的资源，来壮大自己的种族。届时天人界将会成为第1等级世界之下的最强霸主，可以做到一念之间便可毁灭万物的天人。并且这一笔交易完成后，那神秘人并赐予天人界之人一座来自第1等级中神纪元世界里的一座大陆，而这个大陆的面积可堪比现在的天人界面积，因为那座大陆乃是第1等级世界中的神之大陆。神之大陆可是有着极其浓郁神元之气的大陆，这些大陆都是存在于第1等级世界之中。此前与他们天人界合作的神秘人，竟然将这么好的资源都拿出来与他们进行交易，足以证明那位神秘人对于苍穹之心的渴望是多么的重要。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动手吧。幽阴主虽然语气平稳至极，内心中已经如同惊涛骇浪一般的打响了。旋即待幽阴主的话音落下后，数百艘方舟便是齐刷刷的驶入天元界的世界闭魔之中，可怕的气息直接席卷开来。此时的天元界虚空之上，可怕的大批气息传入各大诸天内，一阵阵巨大轰击之声不断炸响在世界闭魔之上，恐怖的冲击力直接将世界闭魔上的能量慢慢不断的被削弱下来。天人界的大部队顿时间撕裂天元界的空间，各大诸天的诸多强者以及顶尖强者皆是在第一时间便感受到无比可怕的气息从上空传荡出来。数百艘方舟开始通过撕裂空间内的通道，缓缓地从空间中驶出。此时在方舟上的强者实力皆是主宰境，一场大界之战即将开始打响了。这就是天元界中的元气吗？果然浓郁，不愧是第2等级之首的大界。不过很快这方大界将会成为我们天人界的大本营了。幽阴主摊开双手，感受着这方大界中的磅礴元气，并且还是非常的精纯无比。这要是给他们天人界修炼的话，将会是多么好的最佳之地。可以非常的自信说，不出意外，天人界也可以诞生出数千人的主宰者，这就是一方世界养一方强者。看来这一直未完成的原位即将要实现了，只要一天不灭天元界中的生灵，实在是一天都寝食难安啊。天阳主缓缓地说道，其眼中也是迸发着浓烈的精芒。而在此时，诸多身影便是缓缓地显现，强大的气势同样轰然爆发。所有在方舟上的天人界强者皆是大惊失色，狂掠的退后另几步。最前方的方舟上，9大种族之主的神情顿时便是一惊，其目光也是投射了过去。有意思，天元界之主果然强则如云，只不过这一次就算你们天元界的强者再强，也要在这一场大界之战中陨落。天流主看着诸多来自天元界之中的强者身影后，也是缓缓地说道。然后在后方又有一道可怕的破风声响起，撕裂空间下一刻便是出现在天人界一众人的面，而面前的这道身影自然便是混元天的大尊专主。你们这些天人界之人还真的来了，在当年你们试图入侵我们天元界的时候，就早知道干脆直接出手将你们全部斩杀，也不会有今日的场面了。
专逐大尊一出现，整个天地间都是弥漫着超越主宰之上的准神气息。这样的强大气息，令得天人界那边的无数主宰者身躯微微一颤，来自一位准神的威压，令得他们呼吸都是一致。不过好在天人界有一位也同样突破到准神境的幽阴主，此时他袖袍一挥，强大的准神元气将专逐大尊所散发出来的威压狠狠地撞在了一起。顿时间，这片天地轰然变色，可怕的能量冲击波便是以涟漪般的姿态一圈又一圈地荡漾而去。幽阴主极力压抑着心中涌上来的怒气，沉声开口道：你就是混元天的专逐大尊，实力果然不凡，要不是本阴主突破准神境，恐怕早已经在你的这一道威压之下重伤。此时幽阴主的身躯也是紧绷起来，没想到天元界的底蕴如此强大，一出来便是大尊之手的专逐。虽然他们同样都是准神境，可是专逐的底蕴几乎比刚晋升的幽阴主更强一丝。知道我们天元界的厉害，你们天人界还不快滚！专逐大尊便是以一声冷笑回应着天人界最强的幽阴主。闻言，幽阴主则是大笑起来，听起来似乎是专逐讲了非常好笑的笑话一般，大笑说道：专逐大尊，我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抵达你们天元界，让我们回去，岂不是笑话？很显然，天人界这一次已经决心与天元界战斗了。那你的意思是真的要发起2大界之间的战斗吗？其实以天元界的底蕴，根本不惧天人界的来犯。本来专逐大尊还打算说，只要天人界肯回去，他们也不会出手。不过既然知晓天人界坚持要攻占他们的大界，那就没办法了。笑话，本阴主率领众天人界的强者，就是来攻占你们的世界。幽阴主的声音有些阴冷，一股可怕的气息直接朝着天元界的那些赶来的强者一记压制，突然对着他们这些主宰者袭来的强悍威压，令得天元界的那些主宰者都是呼吸一滞，身躯上传来一股极为的疼痛之感。专逐大尊见状，直接冷哼一声，旋即右脚一跺虚空，便是出现一颗石头没入河水中后所产生的涟漪水波一般，直接横扫幽阴主的恐怖威压。随着专逐大尊的出手，幽阴主便是面露阴沉下来，只要这专逐一出手，他便受到强大的压制一般。不过还是凭借自身的强大底蕴与之开始了抗衡。这一场大界之战也是拉开了序幕的开端。不过谁也不知道，此时专逐大尊面露凝重之色，嘴角也是微微苍白，只有他自己知道，此前自己的准神元气被王无天吸收殆尽，最后靠着归墟神殿的4大古神的疗伤下，这些大尊凭借自身的强大底蕴，终于恢复到了最强主宰巅峰的实力。想要恢复准神境，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毕竟神元之气对于天元界来说也是比较稀缺的。刚刚专逐大尊之所以可以对抗准神实力的幽阴主，是因为他使用了一道神器，那就是72大神器之中排名第48的聚气石，可以将方圆万里内的元气以及神元之气都可以尽数收纳自己的体内。可是在这处天地，就算是万里内的神元之气也是少得极为稀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不过专逐还是靠着聚气石的神器力量，勉勉强强的让自己的实力达到准神境。可是在施展了几个准神力量后，便是没有更多的准神元气可以维持自身，这令得专逐有些意外。但是此时幽阴主也是发现了专逐的异样之处，嘴角微微一动，然后圆转体内的强大准神元气在自己的手掌之上急速的凝聚。专逐大尊，你是否接得下我的这一拳？话音落下，幽阴主也没有多说废话，直接轰出自己全力的一击，空间瞬间燃起了可怕的能量光波，洞穿虚空，直接轰击专逐大尊的正前方。后者也是面色凝重起来，对面全力一击的幽阴主也只能拼尽全力了，体内的元气疯狂的汇聚起来，凝聚出一道可怕的冲击波，对着那强大的一拳暴冲而去。天空上2道无比可怕的攻势相撞在了一起，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刮起了能量风暴。然而令得在常人都为之一惊，特别是天元界的强者，瞬间难以置信和惊骇起来。因为在上空处的一道身影倒射而出，直接砸在了大地之上，瞬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深坑，而这道身影竟然是专逐大尊。这怎么可能？专逐大尊竟然会被击败？他不是也是准神境的强者吗？随着专逐大尊的落败，瞬间各大诸天这边的众人发出惊骇之声，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专逐大尊可是所有大尊里面最强大的存在，可是就算如此，竟然被对方的准神境的幽阴主给击败了。各大诸天的强者依旧是难以相信，脸上依旧挂着一丝不太相信的神色。专逐大尊也不过如此，这就是你们的最强大尊吗？怎么如此不堪一击？一道不屑的冷笑声自幽阴主的喉咙间传出，然而传入天元界的那些人耳朵里，更是捏紧了拳头。然后还没等幽阴主得意多久，深坑里的专逐便是冲天而起，身上的衣袍也是有些破烂不堪。他捂住受伤的部位，脸色有一些苍白，不过他那双眼眸依旧是无比的深邃。要不是自身的实力恢复到巅峰时期，这幽阴主就算准神境的实力，恐怕也不是自己的对手。只可惜自己就算凭借聚气石的神气力量，也无法长时间吸取万里内的神元之气，最终还是落败，还真是有些狼狈啊。旋即专逐大尊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神态自若地望着幽阴主，完全没有一丝惧意之色，反而嘴角还挤出了一丝笑容来。
幽阴主以及其他种族之主看到落败的专竹还有本事露出笑容，心情不自觉地感到一丝胆寒。死到临头了还装神弄鬼，去死吧！一道破风声直接从幽阴主的右手边响起，天流主直接爆发出惊人的元气波动，这股元气波动远超最强主宰巅峰的层次，已经踏入半不准神境了，直接对着专竹大尊狠狠地袭来。而后者并没有惊慌，然而突然大笑起来，还真当这里是天人界呢。当专竹大尊话音刚刚落下之际，后方的空间处散发出数道惊人的能量波动，拿出的空间被撕裂，然后在其中皆是射出数道光芒，光芒将至，最后出现在了专竹大尊的身旁。光芒散去，数道身影便是显现而出。随着这些身影的出现，令得在场天元界的众人也是松了一口气，因为现在出现的数道身影之人正是各大诸天域的其他大尊。然后这些大尊各自施展出自己的强大招式，直接对着天流主的攻击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数道大尊联手攻击而出的力量足以震慑天地间，虽然他们的实力也没有恢复到巅峰时期，不过对付一位半不准神境的对手应该问题不大。空间之上，那等双方能量的对拼下，外处空间竟然瞬间被撕裂，出现了一个黑洞的漩涡。不过很快这黑洞漩涡便是消失不见，天流主也是一惊，没想到自己的攻势竟然被突然出现的那些大尊联手瓦解了。虽然这些大尊的实力在最强主宰巅峰，不过在联手的攻势下，就连天流主的半不准神的可怕攻势都给抵挡而下，还真是令人吃惊啊！天流主收起元气，然后负手而立，目光紧紧地盯着这些大尊，语气阴沉的道：不愧是天元界的大尊，虽然实力只有最强主宰巅峰，可在联手的攻势下，竟然能够与本座的力量对抗一二，真是不简单啊！闻言，这几位大尊一脸不屑，其中武神大尊和紫霄大尊用居高临下的眼神扫了扫天人界的这些种族之主。9大种族之主，就属幽阴主实力最强，其次天阳主和天流主的实力皆是半不准神，其他种族之主的实力仅皆是最强主宰巅峰。不过这样的阵容对于天元界来说简直不堪一击。要知道如今天元界可是有存在着比准神更强的神奇，第3序列神便是有着8位，归虚神殿的4大古神，以及吞噬之神、赵牧神、剑神、李纯君、青神、楚清，还有祖涛之神吞。所以按照正常的情况，天人界几乎是在以卵击石，不堪一击。呵，对付你们这些连准神境都没突破的主宰者，以我们目前的实力也足以对抗你们。说话的是血海大尊，他的力量同样极其强大，虽然还没有恢复巅峰实力，可是凭借着自身的强大抵御，确实可以将这位天流主击败。然而天流主刚欲说话，却被幽阴主阻断了，因为他知道这些大尊联手起来的话，就算是半不准神境的天流主或者是天阳主，恐怕不是其对手。真是令我大开眼界，你们这些天元界的老面孔竟然也都慢慢的出现在本阴主的眼前，这样也好，不然也懒得浪费我去寻找你们的时间。当年的旧账我们也该一起算一算了。万祖大尊淡淡的一笑，呵呵，旧账算一算，我怕你是脑子烧坏了吧？这里可是天元界，不是你们天人界。如今比自己世界更强大的世界，怕就算是你已经踏入准神境，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是吗？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天人界不够资格了？幽阴主则是不慌不忙地开口说道。不过也没错，他们天人界的底蕴的确没有天元界强大，但是他们能够赶来天元界并发起进攻，自然是有着预谋。难道你们天人界有资格？此时一道雄浑的声音自遥远的空间中传来，仅是一道声音，直接是让天人界数百艘方舟上的主宰者都感到一种无比神圣的可怕威压，就连方舟都是开始摇摆起来。如此恐怖的威压，恐怕不是一位准神能够做得出来的。难道是天元界的神奇？想到这里，幽阴主以及其他种族之主面色一变，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出现了神奇。只要神一出现，就算天人界又再多的主宰者前来，也不是一位神的对手，因为神的大能轻轻一扫便能够将主宰者瞬间抹杀，这就是来自神的可怕之处。随着声音的落下，很快便是有着4道身影出现在天人界众人的眼前，而这4道身影正是归虚神殿的执掌者4大古神。看到这4道身影现身，天人界的所有人眼神微微一凝，并且都是震惊地望着4大古神。先不说天人界的其他主宰者，就连9大种族之主，包括幽阴主的身躯竟然都无法动弹，这是来自神的威压。仅一道随意的威压，竟然就将他们如此多的主宰者给震慑而下。幽阴主以及其他种族之主面露暗淡之色，这神奇的力量也太过可怕了，无愧是神的领域。天人界，你们野心勃勃，当年就想要霸占我等大界，看来给你们机会重生却不是珍惜啊。说话的是4大古神之一的地龙古神，他的性格很直接，也是比较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此时幽阴主等人看着地龙古神，眼神中透露着一丝杀意。当年他们就是被眼前这位地龙古神一招击退，所有人都是重伤，甚至有些主宰者直接当场陨落。地龙古神，没想到如今你的实力有精进了不少。幽阴主阴沉沉地说道，虽然他现在很想将地龙古神给击杀，
但是奈何他们实力不够，这就是天人界与天元界的底蕴差别。幽音，今日你们率领天人界的众多主宰者来入侵我们的天人界，想必也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了。既然如此，这次我便成全你们，将你们全部抹杀在天元界中。地龙古神语气平淡，但是其中的冷冽之意早已经缓缓升起。这天人界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如果是还没进入神纪元，或许天人界的底蕴可以对其度宽1、2。可是如今天元界可是有着8位神奇，对面8位神奇的力量，就算是天人界的这些主宰者拥有几条命也招架不住，来自1位神的攻势。更何况此时这里有4位神。听完地龙所说的话，各大诸天的强者还以为天人界之人会无比的绝望，然而幽阴主以及其他种族之主则是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浮动。看到对方这一抹让人疑惑的笑容，各大诸天的强者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就连4大古神也是双眼微眯起来，似乎感觉到事情有一些不对劲起来。然后一股让人胆颤之意便是从体内缓缓升起。我承认你们天元界的底蕴远超我们如今的天人界，但是本阴主既然赶来这里，就已经准备好对付你们的手段。手段？你们天人界有什么手段吗？尽管试出来。地龙古神袖袍一挥，便是把双手放于自己的背后。幽阴主表面依旧带着笑容，实则内心已经有着怒意在升腾。不过很快就可以看到这4大古神的绝望表情了。地龙古神还是有些心急口快，那么我便告诉你们，同时也让你们绝望的手段究竟是什么。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幽阴主的语气很显然都是加重了几分，而且9大种族之主那每一人的神色都是变得有些诡异起来，望着天元界的众强者，用极其平淡的声音喃喃传出。不过进入各大诸天的强者耳朵中的时候，瞬间变得极为的震撼。就算是4大古神，他们的身躯皆是不由自主的一颤。先天神这3个字从幽阴主的嘴中缓缓传出后，整个天地顿时无比的安静下来，就连每一个人的呼吸都仿佛停止了一般。因为这3个字对于天元界的生灵来说简直就是噩梦。从当年的圣族之神，再到域外邪族天邪神，以及如今卷土重来的先天神族之神，都是所有生灵的毁灭者，无比的恐怖和神圣。几个月前，这位先天神就在古元天溪收敛化石道阻击主脉，过了3年的时间还是没有出现。很多人以为先天神已经冲击第1序列之位失败，应该被第1序列神力反噬，已经陨落其中。而今日这3个字竟然从天人界的幽阴主嘴中说出，的确让人有些难以置信。不过是的，4大古神也不是普通人，以他们的心境，自然比起其他人要平静很多。很快便是收起骇然之色，金罗古神语气平淡的喃喃说道：先天神自进入古元天之后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也没有出现过。你说你们的手段是先天神，恐怕是在说笑吧？4大古神身为第3序列神的神奇，他们的感知力无比的敏锐，如果先天神有动静的话，他们都会在第1时间感受到他的气息。但是很显然，他们并没有在诸天中察觉到有关先天神的任何气息。见到4大古神的强大定力，还真是令天人界的9大种族之主都感到吃惊。旋即幽阴主语气开始冰寒起来，他一步上前，望着4大古神的身躯，就算对面10大古神的可怕气息，幽阴主也没有感到一丝惧意，甚至还一些兴奋起来。接着冷笑一声道：哈哈，连你们已经成神的第3序列神力都无法感知到先天神的存在，恐怕……说到这里，幽阴主故意的停顿了一下，令得诸天的生灵的面色都开始逐渐的凝重起来。而4大古神虽然表面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可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在他们的内心之中，已经一道接着一道的刮起了惊涛骇浪，同时也知晓了幽阴主接下来想要说什么。果然不出意外，幽阴主所说的就是4大古神所想的，已经成功冲击第1序列之位了。此话一出，犹如是有着一道惊涛骇浪般的可怕之音，直接狠狠地扫荡在天元界各大诸天之人的身上。第1序列神，不可能吧？瞬间一道道惊骇之声响彻而起，因为最近根本就没有任何先天神的消息传出，不然的话，4大古神也早就通知各大诸天的顶尖势力，做好迎战的准备了。听到下方那诸多的哗然之声，幽阴主以及其他种族之主的脸上则是挂着一抹极为精彩的神色，然后他们的目光很快就便是看向了4大古神。此时后者依旧是没有任何的情绪变化，仿佛是在表达他们讲了没有作用的话。看来你们似乎觉得本阴主所说的话是假的。一道阴森的冷冽声自幽阴主喉咙间再度传出。既然你们不相信，那么就让你见识一下你们诸天生灵的最大劲敌——先天神即将降临。说完，所有天人界之人的目光爆发出一抹诡异的神色，同时望向同一方向的天际上。天元界的众人见状，身体上的皮肤都是微微一紧，然后顺着他们的目光望去，便是在那处看不到边缘的天际中露出无比震惊之色，因为那个方向正是诸天之外的古元天所在之地。难道说这些天人界的人所说的是真的？一道巨大的响声从遥远的那处空间中爆发开来，一道黑色的可怕光柱便是冲天而起。与此同时，在黑色光束的周围弥漫出浓浓的黑色气息，这等气息的出现直接被4大古神顿时感知，那是先天神的气息。
随着那处空间的动荡波动，引得四大古神不再冷静，因为他们已经感知到在那里竟然有些3年不曾出现的先天神气息，而且现在这股气息更加的恐怖可怕。难道先天神真的成功冲击到第1序列之位，迈出了那梦寐数万年之久的那一步了吗？想到这里，四大古神的面色顿时无比的凝重起来。如果先天神真的冲击第1序列之位，那么就连他们都没有足够的把握去对抗迈入第1序列之位的先天神。与此同时，诸天之外的古元天内，在这片天地间弥漫着无边无际的可怕魔气，同时这魔气也变得越来越浓郁，甚至是连阳光都是很难自其中穿透而进。在魔气的弥漫下，整个古元天内的生灵万物皆是被魔气入侵，失去了生机，许多的花草植物都开始渐渐的枯萎。随着越来越多的魔气横扫天地，而每一次魔气的涌动间都将会带起冲天的可怕魔威，这等魔威就连第3序列神都感到无比的忌惮。在这3年的时间里，古元天并没有出现这等惊天动地的动荡，也没有先天神的消息。然而今日这种可怕的动荡，令得所有天元界的诸天生灵都是感受到了一股刻意被压抑后的恐怖魔威。